那辆车没有车牌号，等我们找到时，车已经被弃在郊外的树林里，周边排查过，没有可疑踪迹，车里除了血迹，没有采集到指纹。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绑架，我们已经成立了调查小组，初步判定魏先生没有生命危险。江城说，没有生命危险。他流了那么多血。那伙人原本要绑的是金陵，现在绑错了，处境不是更危险？他们图什么？钱还是命？警察道，你先别激动，假设绑的是金陵，那么他们的目的应该是钱。如果目的是钱，魏先生暂时是安全的。也许再过几个小时会收到绑匪的电话，我们能做的只有等。江城揉揉眉头，对一旁抱着金陵的江燕离道：姐，金子轩呢？他儿子差点被绑走了，他还在国外一个人快活呢。问问他到底惹了什么人呢？有哪些仇家？兴许还能找到点线索。金子轩回答不了他，他现在在飞机上。在电话里听了江燕离哭着说清了事情经过后，便撂下一大堆事务，买了回国的机票。他为金陵捏了把汗，也知道这回无论如何都欠了魏无羡。金陵一听江城的话，立即挣开妈妈的怀抱，要再打个电话给爸爸，被江城喝止：阿玲，你给我站着别动，好好反省反省，这件事里你犯了哪些错？金陵当真立在原地，低着头自责不已。他知道错了，他知道自己错在哪里，但是却不敢开口。怎么开口？金陵知道他现在说出的每一个字都可能变成一把刀子，要了蓝忘机的命。不要多嘴，不要添乱，等大舅平安回来了，就和他说100句对不起，就算他打着棍子追着他打都没关系，打断他的腿都没关系，只要大舅平安回来就行。温情看蓝忘机的状态不好，倒了杯热水给他。蓝湛看着那杯水，忽然苦笑道：是我错了，我不该留他一个人。几滴水砸破了杯中的平静。啧，我看他快不行了，找个医生来看看吧。滚你丫的，找医生不用钱啦。那伙绑匪居高临下的打量着倒在地上的可怜人，那语气像是在唾弃某只流浪猫。一旁一个17、18岁的小孩始终缄默。老板来了，外面有人喊道，那伙人立刻跑了出去。小孩看人出去了，连忙从角落里拿出一块毛毯，小心盖到魏无羡身上。魏无羡侧躺着，意识全无，一只手紧紧护在隆起的腹部，脸色惨白的可怕，越是惨白，他嘴角溢出的血迹就越是鲜艳夺目，但是他嘴边那点血比起他身下的那一滩，实在小巫见大巫。刚抓过来时，情况很糟糕，几乎血流不止，现在那滩血已经干了，血流的也不那么凶了，小孩想，大概是流干了。5分钟后，那群人又折回来了，这回领头的不是刚才凶相外露的刀疤男，而是一个西装革履、相貌端庄的先生。小孩认识这位先生，这一次绑架背后的老板就是这个人模人样的金先生。那先生戴着一副金丝眼镜，视线扫过来时，小孩瑟缩地退了几步，锃亮干净的皮鞋一步一步靠近到在地上的人，在看清了人后，脸上露出一个得意又危险的笑来。落到我手上了，魏无羡。金子轩赶回来已经是凌晨时分了，这原本就是一个不眠夜。警察所说的电话并没有打来。蓝忘机冷静下来后，开始部署计划。温宁一早就待命在外，乱葬区虽解散已久，但威名仍在，道上的人多少是要卖魏无羡这个面子的。比起靠警察走程序的排查，蓝忘机更相信自己的判断力。绑匪的绑架对象原本是金陵，金陵不过是个没出社会的小孩，根本不可能和别人结下这么大的仇，唯一的解释就是金家或者江家的仇敌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来绑架这位金家小公子。如果江家的仇人魏婴亦是江家人，那伙人如果冲着江家人来，不应该认不出魏婴。监控视频里，那伙人是在金陵跑到学校后才转头对魏婴动手，看得出那群人是不认识魏婴的，之所以带走人，恐怕只是恼羞成怒的报复。如此，基本可以排除是江家敌对方出的手。如果不是江燕离这一方的原因，那么只能是金子轩了。金子轩是兰陵金氏的当家人，年纪轻轻上的高位，底下有人不满是正常的事，但金子轩是有能力的，倒不至于真的让哪个董事欺负到自己家人头上。
那么感动金陵有了谢金陵情况的，只能是金家自己人。金光瑶深藏不露，不像是会做出这种事的人，况且他也没有这个动机。金子勋这人是赌成性，丢光了金家的脸面，礼教不改，败坏门面，前不久被金子轩逐出了家门。如果是他对金子轩怀恨在心，如果是他缺钱，从而想要通过绑架金陵获取到某种利益，那么一切似乎说得通了。他正欲向金子轩求证这一点，手机忽然弹进了2条信息，是一个陌生号码。蓝忘机点开信息后，瞳孔猛地收缩。第一条信息是一张照片，照片里的人奄奄一息倒在地上，浑身是血，意识全无。那张苍白的脸不是魏婴是谁？第二条是文字信息，只简单的6个字：2条命，1个亿。魏无羡的意识被头顶刺骨的寒意激醒。太冷了，那阵寒意逼得他呼吸都是困难，像被人扼住了咽喉。他原本就气虚体弱，这下更是雪上加霜，几乎以为自己要被溺死在梦里时，忽然有冰水从头顶哗啦啦浇了下来，自头顶而下淋了全身，活生生把他冻醒过来。他这才发现自己真的被人掐着喉咙，而掐着他喉咙的不是别人，正是金子勋。他清楚自己现在的处境凶险，意识混沌时也不是没猜过是谁在背后搞鬼，是谁要对金陵不利。如今这一张脸摆在面前，魏无羡当然不会傻到认为这个昔日的死敌是来救他的。他将目光移向金子勋，心想唯一的可能，这件事的主谋就是他。金子勋被他看得心生恼怒，手上力道更甚，那力道旁人看来似乎是要将他脖子直接掐断。饶是如此，魏无羡居然还能扯着嘴角露出一个鄙夷不屑的冷笑来。废物！金子勋发狠道，说谁是废物？老大，老大，人要被你掐死了，掐死了换不了钱的，把钱拿到了再杀不迟啊！旁边众人一看这金先生手上没有留情的意思，出于自身利益的考量，立即开始劝。金子勋掐着人脖子，那只手背都蹦出青筋来，只把魏无羡一张苍白的脸掐到涨红，才猛把人往后一推，松了手。背后是一块水泥柱子，凹凸不平，魏无羡被用力推倒，恰好磕在了凸出来的石块上，当时疼得弯下了腰，手紧紧按着肚子。宝宝没像刚才那样活力十足的踢踹，安安静静的一点动静都没有，即使被这样撞到也没有一点反应。魏无羡这才开始慌了，他意识到自己流了很多血，是不是意味着孩子的生命力也随着这些血在流逝？腹部像是有人拿了根锥子在击打，炸裂般的疼痛瞬间蔓延至全身。如果他是一个人，这阵痛还可能会选择忍一忍，但现在痛的不止于他一人，还有没出世的孩子。金子勋对他的狼狈喜闻乐见，扶了扶鼻梁上的眼镜，恶毒地笑起来，叫医生。魏无羡一只手死死扣着水泥地里的泥灰，痛到发抖，可一只手却捂着肚子。他不是在哀求，而是在命令，叫医生。明明声音不大，明明虚弱的爬都爬不起来，这句话喊出来，却让在场所有看笑话的人怔了怔。